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的书卷气从何而来？当件气化墨香，江湖变成了诗。一风起，一场关于气质的文化觉醒。茶摆到奶茶店的玻璃窗边，一对老夫妻驻足端详诚意的人形立牌。这小伙子端端正正，有股书卷气，像个读书人。书卷气三字如眼角风铃，叩响着小巴的心弦。那书卷气究竟是什么呢？是手握诗书的文人风骨，是谈吐间的温润如玉，是眉目流转间的山水意境，还是千年文脉在当代的余韵流转？或许这些都是答案。有人誉其为竹林晨雾，清冷中透着温润；有人说它似古籍飞页的暗文，低调里藏着底蕴；有人说他的眉目间似藏着半卷未读完的宋词，白衣执剑似苏轼的竹杖芒鞋，悬衣玉屑似稼轩的挑灯看剑。从江湖侠客挥剑斩红尘，到庙堂权臣执旗定乾坤，再到市井凡人烟火度余生，他不必开口，只需一个脸眸，观众便能从那双沉静如水的眼睛里窥见江湖跌宕，波谲云诡，山水苍茫。在这个推崇炸裂式演技的时代，为何诚意总能用一种近乎文人的克制与隽永，让角色在刀光剑影、柴米油盐中生出书卷的暗香？他身上那份让观众念念不忘的书卷气，究竟源自何处呢？是天生骨香里带的文人风骨，还是后天修炼出的精神境界？或许当我们拆解他在剧中的角色塑造，答案便会逐渐明朗。这份气质，是知识沉淀的厚度，角色解构的深度，人格修养的温度。二、破茧，从形似到神合的跨越。书卷气从来不是几件长衫、几笔丹青的皮箱堆砌，它是将文化内化为骨血，让灵魂与千年文脉共振的气质。诚意的书卷气之所以独特，恰在于它突破了形似的桎梏，直抵神合的境界。在莲花楼中，李莲花手持书卷坐于案前，抬眼浅笑间，观众看到的不是刻意摆弄的文人姿态，而是角色对世事洞察后的淡然。诚意以指尖轻抚书页的力度，垂眸时睫毛颤动的频率，呼吸时胸腔的节奏，将富有诗书化作具象的肢体语言。这种神合境界，在《与君歌》中更显精妙。帝王回眸时的衣袖翻卷，既见庙堂权谋的冷硬，又藏少年天真的褶皱。他从不以夸张的吟诗作对标榜才子形象，而是用敛眸时的澄明、展眉时的洞彻、举止间的克制，让观众窥见角色灵魂的包浆，感受到角色内在的文化积淀。三、沉淀，用时间熬煮的墨香。书卷气不是速成品，更无捷径。它以岁月未验，经历未没，在时光的研磨间层层晕染。而诚意的表演生涯恰似文人10年寒窗的隐喻，从青云志里青涩的林惊羽，到莲花楼中看透世事的李莲花，他用了7年时间将稚嫩淬炼成通透。这种沉淀，让他的书卷气脱离了表演的痕迹。当其他演员用技巧模仿文人风姿时，诚意早已将文化养分转化为肌肉记忆。打戏时见风的凝滞不是笨拙，而是对角色心境的雕琢。文戏中眼神的流转不追求戏剧张力，却如宣纸韵墨般层层浸染。在赴山海一人分饰多角的挑战中，他更将沉淀转化为创造力。少年侠客的莽撞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，隐士宗师的从容透着阅尽千帆的豁达。这种层次感，恰似文人历经沧桑后笔锋的蜕变。四、专注，在喧嚣中修行的定力。书卷气最怕沾染浮躁的尘埃。在片场后期的碎片时间里，当其他演员刷着短视频消遣时，他常独坐一隅，沉浸在剧本的世界里，心无旁骛地研读着每一句台词，每一个细节，指尖摩挲着被翻至卷边的剧本，
眉眼低垂间仿佛与纸页间的文字同呼吸，褶皱的剧本上密布荧光笔的批注与思索的痕迹，仿佛每一道折痕都是通往角色内心的秘境。深夜收工后，仍执笔撰写人物小传，将剧本空白处填满对角色的诘问与应答。这种近乎苦行僧的专注，让他在《与君歌》中仅凭一个拂袖回眸，便织就帝王心术与少年赤诚交织的暗涌画卷，在莲花楼中仅凭垂眸浅笑刹那，便勾勒出江湖浮沉与淡然出世碰撞的禅意风云，在沉香如屑中仅凭台秀嗜血的踉跄，便揉碎九重天皆与红尘执念的宿命界限，片场零散的光阴终被他融铸成角色不朽的魂灵。5. 留白，东方美学的当代转译。古龙曾说，剑客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剑，心中有剑，而程颐的书卷气恰似这无剑之境。它不是堆砌诗词的刻意，而是东方美学中以形写意的极致表达。在莲花楼中，李莲花斜倚门框，手持酒壶的姿态慵懒却不颓废。她的衣襟微微敞开，发丝随风轻扬，眼神中既有市井的烟火气，又藏着看破红尘的疏离感。这种矛盾的气质，像极了中国画中的留白，不着一墨，却让观者自行填补角色背后的沧桑与智慧。程颐用松弛的肢体语言和克制的微表情，将文人大隐隐于市的洒脱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更妙的是，他的动作戏亦暗含书卷韵律。一场竹林剑舞，他万转剑锋如纸笔挥毫，剑尖划过竹叶的轨迹似书法中的飞白，刚劲处如楷书端正，飘逸处似行草恣意。这种将武术与书法美学融合的巧思，让打戏不再是暴力宣泄，而是文人风骨的现代表达。6. 以柔克刚，侠客精神的当代转译。书卷气的最高境界，是将文人的智慧与侠者的勇毅融于一炉。程颐的打戏之所以独树一帜，正因其深谙柔能克刚的东方哲学。在莲花楼的醉剑戏中，他借踉跄步伐与散乱剑招，将李莲花对过往荣耀的告别化作一场与自我的对话。赴山海曝光的黑白对决片段中，以凌厉剑势搭配刃劲拳法，在萧秋水与李沉舟的激烈博弈中，精妙诠释出太极圆融轨迹所蕴含的以静制动、以柔克刚武学哲理。这种柔并非软弱，而是以智驭力的境界。正如李莲花以扬州慢内力救人，将武功化作济世之术，程颐的表演也在告诉观众，真正的侠者从不是恃强凌弱的莽夫，而是以人心化解戾气的智者。7. 共鸣，文化基因的集体苏醒。程颐的书卷气之所以动人，因其触碰了中国人深层的文化记忆。当他束发执剑立于风雪中，观众看到的是银鞍照白马、飒达如流星的李白诗意；当他垂眸抚琴，指尖流淌的是广陵散的魏晋风骨。这种共鸣不是对历史的简单复刻，而是用现代演技激活文化基因。在赴山海曝光的银发造型中，他更将这种共鸣推向新高度。飞扬的白发不是视觉奇观，而是潮如青丝暮成雪的命运隐喻。冷峻眼神中暗藏的悲悯，让武侠叙事与文人忧患意识浑然一体。观众为之震撼的，正是文化血脉的悄然苏醒。在流量时代修一本无字书，程颐的书卷气本质是一场东方美学的当代觉醒。它不靠华丽辞藻堆砌，而是以沉淀为墨，专注为笔，在角色灵魂中书写山河岁月。当流量明星追逐破碎赶战损美时，他选择用文人的方式解题，以柔化刚，以静制动，以留白胜满意。这种气质之所以动人，因它超越了演技技巧，直抵文化传承的深层命题。在他身上，我们终于读懂，所谓书卷气，不是演出来的姿态，而是修出来的境界。当演员将自己活成一本值得反复品读的书，观众自会从中看见天地众生。
此刻在观那奶茶店前的立牌，忽然懂得老人所言，所谓书卷气，原是一个演员将自己活成山水长卷的觉悟。